人生就是透过正反和错去体验。不然你以为为什么六祖要到猎人队15年呢？他除了躲人家追杀以外，他还在反的状况里面好好的自然的完备自己。所以不要小看你人生的逆境跟低潮，因为你没有这一段，没有下一段，他没有办法不来，你也无需抵抗，因为这就是一个周期变化。本心启动很难吗？愿不愿意诚实而已啊，愿不愿意无限诚实而已啊，很难吗？哎呀，这个男人对我多差啊，哎呀，都欺负我啊，哎呀，打我啊，啊，你脚长在你身上，你为什么不愿意离开？有人关你吗？有给你上手铐上脚镣吗？心地无非是自性戒，心地无乱是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你看又是字了哈。我们讲六祖坛经通经就是一个字，指着自己的鼻子。那你在开悟的时候明心见性了，你的自性没有非，没有乱，也没有痴。人类在几乎同一个时间段，有几个时代的老师，我这样称他们：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李叔同写佛陀大悲大智大雄力，南无佛陀也。然后我们又有幸有六祖慧能，把西来的佛法跟儒道、儒家、道家融合在一起，不仅融合，而且是日常化、生活化，这就是他伟大的贡献。孔子、佛陀、六祖慧能大师，当然还有我没有提到的。当然很多人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太多人讲。那穆罕默德，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商人。这个穆罕默德他的可兰经啊，穆罕默德跟基督教，他在基督教之后，他沿着基督教创立了一个安拉，然后创立了可兰经啊，就是他被带到天界啊，怎么样？可兰经，他是一个说他有神圣品格的商人。也就是说，目前世间的宗教在台湾，我们的公庙跟身心灵机构，打人的打人，骗钱的骗钱，那你就不要讲基督教跟回教屁倒灶的事情。我们在上一讲里面讲了天然守学，所有的统治者跟宗教是狼狈为奸的。当西方用船坚炮利侵略日本跟中国的时候，他们美其名叫传福音。当这个回教的这些拿着弯刀，不管是突厥人攻入波斯、攻入埃及等等，埃及人啊，怎么现在埃及都是回教徒，不信教我就拿弯刀砍了你。这样的宗教呢，它只是统治者的背书，塑造君权神授的这一个洗脑的伎俩而已，它都在伤害我们的天然守学。今年天然守学办学9轮赋能含在里面，我的4个今年的年度的专案。另外一个天然守学要破除的就是宗教的迷思。宗教老师是我们生命本身的助教，你跟一个老师学，你要跟他下跪，你要依他的所有的话唯命是从，那这个老师一定有问题啊。你生命本身以外，包含猿人老师都是你的助教啊。再怎么样厉害的宗教也是你的助教，再怎么大的权威也必须服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本身，人生天然守学之旅之道本身。所以我提出了第3件，能够普发现金给每一个民众的政党跟政府就是好政府，我就支持他。你现在政党不要再跟我谈什么高远的理想，乌托邦包含什么？抗中保台乌托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乌托邦，普丁那个基督再临。你知道普丁侵略别的国家就是东正教的怎么样传福音，那跟殖民时代的船坚炮利有什么两样呢？那天我跟娜娜讲，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本身主体，你所在的部落跟文化是主体，你传来的基督教、天主教是你的助教啊，了解吗？我们不否认他对我们族人的贡献，但是主跟宾，主什么？主人是主人，宾就是客人。我们有很多原住民到都市里面比汉人还汉人的，把自己的主体确立。主体确立不是为了跟人家争夺竞争，是回家，以至于可以跟别人存大同，容小异。因为每个人都在自己生命的天然所学的大道理啊，这叫大同。什么叫小异？
你穿阿美族的服装，我穿汉族的服装，我们文化有小的不同，但都是一样共赴大道，对不对？天然所学大道，你不用再隐瞒。以前你要说被人家讲山地同胞怎么样，现在这个平反了，可以大声的唱出自己的歌，讲自己的母语，但也不要夸张到独揽国，要那一种傲慢。那个傲慢学的就是汉人的傲慢，学的就是西方人船坚炮利的傲慢。你这个傲慢目前在法国在川普身上都还看得到，不用学那种傲慢。民主跟文化的自信体现在什么？安安静静的过自己的太平岁月，这叫我们汉人讲的近悦远来。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我说台湾为什么要是一个国家呢？台湾可以是个文化体啊，台湾可以是一个科技的重镇，世界的中心啊，为什么它一定要是个国家？我觉得国家太低微了，讲什么国什么国很低微啊。台湾可以是个文化体，是可以一个科技体吗？一定要抗中保台吗？一定要统一吗？一定要独立吗？可以统一也可以独立，可以不统一也可以不独立，不是重点。重点是台湾可以是世界的文化中心，世界的半导体芯片中心， AI 中心。你知道罗素来中国，他说以我们5000年从西方国家的定义，他说中国不是国家，中国是个文化体、文明体啊，因为他没有西方定义的所谓国家。为什么？国家的定义太低微了，就是生存层次的一种保障扩大，避免被人家消灭而已。活得这么低微吗？罗素各位听过吧？就是我王老师把他贴在那个书院的马桶旁边臭他，天天用大便臭他那个人，他极端不喜欢罗素，所以王老师就把他贴在我们那时候书院马桶嘛，这边墙壁把他贴在那里，天天臭他，用尿跟大便臭他。所以我今天讲嘛，主观是有趣的，客观是理性的。如果这样讲，我的马桶旁边要贴的人还真不少。为什么讲到这里？我们讲大悲大慈大雄力，南无佛陀也。六祖慧能大师，我们也讲到人生就是透过正反合错去体验。不然你以为为什么六祖要到猎人队15年呢？他除了躲人家追杀以外，他还在反的状况里面好好的自然的完备自己啊。所以不要小看你人生的逆境跟低潮，因为你没有这一段，没有下一段，他没有办法不来，你也无需抵抗，因为这就是一个周期变化，螺旋。3D 是螺旋，2D 是正弦波，高低起伏的螺旋。这个螺旋就是阴阳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螺旋，双螺旋，跟 DNA 一样，跟太阳带着8大行星在银河系绕的螺旋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宇宙，这就是宇宙的基本现象，叫螺旋的圆周运动。圆周运动是从2维去看旋转的2D 平面，所以你以为它是圆周运动。没有原子是圆周运动啊，它都是螺旋运动，跟我们传法塔一样。我们传法塔就是目前可能是地球上被创造出来的最大的老场产生器，就在我们这里。我黄某人创造的 Torsion Field Generator。我女儿说：“哇，爸爸搞好大。”对，我真的搞好大。老场产生器，感谢有孔子、佛陀，感谢有六祖慧能大师啊。为什么讲六祖坛经这么重要？他宣告了，在中华文化里面，佛再也不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六祖用他目不识丁，南方的葛寮，长得又很难看，没有佛陀的32相啊。讲白一点，老师小黄我还比他帅，但是我没有他的功力。但条件这么差还可以，僧人讲的可以变经的也只有六祖一个人而已啊。叫六祖坛经，你鸠摩罗什，我们可以谈到的高僧大德，哪一个是可以经的？就是六祖，而且是公认的。而且你看哦，从释迦牟尼佛、阿难啊，错了，摩诃迦叶、
阿难，他后面有他的传承，每一个传承，以前大部分是单传，那个传承写得清清楚楚。到达阿摩2祖、3祖、4祖、5祖到6祖开枝散叶，影响我们中土，也影响了韩国跟日本。所以6祖之功啊，是不世之功啊，没有可以向他做出。你看瘦瘦小小，你去海南岛看那个矮矮小小那个样子，就是我们6祖的样子。所以再也不要以貌取人啊！南方葛寮，南方葛寮，对我们地球做出了说不可尽的贡献。所以你们哪天照镜子的时候，不要嫌自己丑，搞不好你做的贡献可以跟6祖是一样的。也不要觉得自己很美啊，懂吗？那你不就是人家那个资本主义用来骗钱的一个依据而已吗？我是不想让我女儿伤心的 ，K-pop 就是这样而已，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操作而已，牺牲的是这些女孩子的青春。我宁愿他们会去谈恋爱失恋，有那些人生的美好跟挫折。我简单讲，这就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残忍，因为资本主义把他们当工具，为了赚更多的钱，所以塑造了我可以让你成为偶像，然后异化你的生命。你的人生的7个阶段是任何世间的一切，千万不要让它换去，这叫跟魔鬼签契约。好，我们进入经文。5. 集济父祖教法。1. 坛经为一曰：大师在潮汐山少广2州行化40余年，若论门人生之语俗3、5千人，说不可尽。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一曰：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去处，年月日姓名，地乡父祖，无坛经秉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秉承者，虽说顿教法，未知根本，终不免正。但得法者，只劝修行。正是圣父之心，与道违背。6祖讲于法不起正，你真正觉得你有顿教法，你有正法，你是不会跟人家吵架的我只有骂人，我不跟人家吵架。吵架代表什么？你没有在无限诚实性里。听得懂吗？听不懂我再展开一下。这个人跟你吵，他口条也很好，思辨理性也都很好，你觉得你讲的也非常有道理，我口条很好，我 mentality 我智力也很好，我跟他吵架有用吗？因为真理不在脑袋里，真理在执行型里。真理如果在执行型里，你如果跟他吵架，更巩固了他认为他讲的更是真理。通常的反应是这样有用吗？没用。我今天看一个乒乓球赛，那大陆有一个张本智投奔到日本，然后他改名叫张本智和，代表日本跟我们的林君儒打乒乓球赛。那张本智和就是叫孝弟，就我每次我大叫嘛，对吧？然后呢，他排名目前是全世界第4名嘛，对不对？哇，叫的那个都以为他每次都高潮了这样子，每次都射精了这样子，我听了很烦。我们这个林君儒小将就是有6祖的风范，语法不起正，安安静静的一球一球。林君儒对，一球一球对，人生的态度就要学这个小子你跟他叫来叫去干嘛呢？好气耶！你要把那个力气用在对付每一球上就好了。今天我一个这个中风的病人，哇，写了一大堆，我看了一下，我本来想要骂他，对，我调整一下，我要在高维的状态。我就跟他说：“哎呀，你没有当过中风病人，你第一次中风，
那每个病人都会希望自己明天就好啦，对不对？我说你要去看看你周遭的中风病人，进展很快我说你痛风从12现在6正常了，然后呢自体免疫也接近正常了，然后呢各个数值细胞年龄也都正常。我证据跟他讲完，你说你在进步，你没有得过中风，你是第一次，你觉得你恢复得很慢，因为你第一次得中风你又不是第二次，你不是第三次，你怎么知道中风是什么状况你以为是以前的感冒我就调整我的心态。本来因为他是我小老弟的朋友，以我当老大的特性，我是可以很 K 他一顿的。我放下了，无限诚实性这个是无限诚实性的例子。我愿意调整自己。我跟他讲一讲，我说你要有信心那你信心哪里进步啦？这个客观事实从你讲的这个客观事实对不对？主观是你因为客观是要有信心，要有耐心。耐心是什么？因为你没得过中风，你不知道你现在的进展。他现在以前是推着轮椅进来，现在可以自己这个外劳搀扶他坐捷运来你看这个进步是不是奇迹了？当然他会想说，哎呀，我不像以前一样能跑能跳对吧？我说你第一次中风，我怎么产生这个说法我也不晓得。反正呢他有没有被说服我也不知道，至少心甘情愿走出诊间。也就是当你在跟任何人对应的时候，要用吵架的方式，那绝对不是一个好方法。我讲可能各位认为我残忍一点，就有点低微。就像我说台湾为什么要定义它是个国家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定义成一个文化体或科技体？一定要国家吗？但是低维里面解决问题永远解决不完语法不起正。所以各位渐渐的要有一点操练，进入感动完成感，要有点操练，不要在现实层面解决问题永远解决不完你解决一个有第二个，解决第二个有第四个，一直衍生下去。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就是这样，回教国家跟犹太教就是这样，解决得了吗？解决不了。例如说挤牙膏，夫妻之间挤牙膏，有挤牙膏啦等等那些事情，是牙膏问题吗？通常是性生活不协调，所以女生就很喜欢用性要挟男生，就是不给你干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乌烟瘴气一大堆，等等等等等等等，或者男人没有带钱回家，等等等等等等等，这很具体。那你说怎么解决？吵有用吗？打有用吗？根本在哪里？你如果无法让自己快乐，无法爱自己，你怎么可能让另外一个人感受到幸福？所以从来是一个人的问题没有其他人的问题当然你说两个人生了小孩要分工，各自要尽力，那是合股公司的问题。但是基本的是，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情，为什么同样发生同一件事，有的人就会觉得心情很差，有的人觉得没什么为什么？就像有的人都去淋雨吹风下雪，有的人就病得要死肺炎，有的人就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还不是自己的抵抗力问题，还不免疫力问题，心理的健全问题，对吧？世界的挑战这么多，世纪有的没有为什么人家可以活得很好，而你不行？那你怪谁正语法不起正，正就是什么？低维的处理方法。所以我舍弃了要用老大哥压他的，我说我要跟他解释，你第一次中风，所以你不知道中风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讲，你的进步在哪里？你要有信心跟耐心。二，南能北秀是有，世人尽传南能北秀，南能就是慧能，北秀就是神秀。慧之根本是有，且秀禅师于南京府当阳县玉泉寺住持修行，慧能大师于韶州城东35里朝西山住，法极一中，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渐顿？法极一种，见有持极，见持即见，见极即顿，法无顿见，人有立顿，故名顿见。好，第一个要讲的这个见是怎么见，千万也不要像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知来理解见。见是什么？你在执行行中，你在进入感动的一体感中
所领略到的就是戒，不是我看到的。灵性升维，度末世浩劫。第一个，我就是要打破所谓的顿渐。你说很笨的人，下人有上智啊，没有顿渐，也没有立顿、立根、顿根，只有片刻。这一刻，你有没有进入感动，完成感动？我管你。你以为你情商高，你就容易迷失坚信吗？你以为你是马斯克，你就容易迷信这样？人都一样，片刻存在，差别不是立根顿根，差别也不是顿教渐教，只有一个差别，就是这一刻在感动中，或不在感动中。一念悟，众生成佛；一念迷，佛成众生。就这样而已，没有顿渐，没有立根顿根，没有小根大根。我在六祖的基础上往上推进一步。没有顿渐，为什么没有顿渐呢？大家都是亘古古佛啊，都有自明的本性，都有一体感动的真心啊，都在人生的7个阶段的周期里面完备我们的9轮的体验。有什么顿渐？顿渐是 mentality 大脑的功能，大脑皮质的功能。感动中不分啊，感动中分什么？搞不好你的头脑不好的人更容易进入感动。唐氏症的小孩看到你叔叔抱，比你那种高智商以为自己高智商扭扭捏捏不敢付出爱也不敢接受爱的，你看谁高超啊？谁顿谁渐啊？ mentality 跟你能不能进入感动，能不能执行型没有正相关的。我那一天一个 YouTube 叫阿染的袁日安的，他有一个老师是满族的，是学红学的，我蛮喜欢他的频道的。他把我们中国文化讲的，在他的脉络里面讲的也非常好。中间有一颗字跟我们三节一样，很多他讲的跟我是呼应的。我们大陆太大了，人太多了，种类太多了，文化的种子都还是存在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根本。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他说我们中国没有酱缸文化，这点我反对。我们中国文化的酱缸文化就表现在世故、精明，不肯实事求是，能 copy、能复制、能骗，这就是中国的酱缸文化。这还不是酱缸文化吗？因为我们文化传的，不管是从往前推夏朝以前8000、5000，或者是孔子讲2000多年，不管多少年，还没有一个文化没有断过嘞，就是中国。中国人太世故太精明了。我是中国人，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也都没有关系，但我是中国人，我是一个文化认同。我没有说其他的国家跟种族没有世故精明的问题。你看那个川普那个很会做生意的商人，资本主义最大的结晶就是我们川普先生。那阿染袁日安说中国没有酱缸文化，我觉得他太浪漫了。中国人没有把世故精明、口笔诈骗这个酱缸抹除的话，连中国人都会讨厌自己的。你的嘴巴整天嘴炮有什么用？日常听法这个神秀派间谍来了神秀师常见人说，就北神秀嘛，北秀嘛，慧能法急，急就是很急的急，就是快的意思，直指剑路。秀师遂唤门人生至诚，他底下有一个小和尚至诚曰：汝聪明多智，汝与吾至潮汐山，到慧能所，到慧能的地方礼拜，但听，莫言吾使汝来。不要说我派你去当间谍的，所听得一指记取，却来与我说，与吾说。但慧能见且与吾谁及此这个神秀一直被人家说你比不上慧能，比不上慧能什么你比较慢人家比较快所以就请了一个至诚这个小和尚去当间谍把他说的记下来，回来跟我报告，并无在，至诚奉使，欢喜遂行。你只要记一记差不多就赶快回来啦，不要让我呢一直在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是在的意思不要一直放在心上。这个至诚奉使呢，欢喜奉行。欢喜奉行，这个欢喜呢是什么样的欢喜呢？妈的，他早就想要去啦，所以欢喜奉行不是承命奉行是欢喜奉行我这样解会不会太实在？半月中间即至潮汐山，见慧能和尚礼拜齐听
啊，去潮汐山啊，看了六祖慧能大师，礼拜即听，不远来处，没有跟六祖讲他从哪里来的。自成文法，言下辩悟，及其本心。六祖多厉害啊！我这个苦口婆心跟你们讲老半天，还没有一个人及其本心的。等下我们六祖真的是大师，一下子就让自成及其本心，中脉爆炸。起立即礼拜，自言伯言和尚，弟子从御前寺来，秀师处不得其物，闻和尚说，辨其本心。夫和尚慈悲，愿当教示。慧能大师来，汝从彼来，应是细作。细作就是间谍，叫做细作啊。自成曰：不是。六祖曰：何以不是？自成曰：未说时即是，说了即不是。六祖言：烦恼即是菩提，亦复如是。未说时是细作，说了就不是。这是你们的人的人生处境，还需要什么遮掩闪躲？说了即不是。本心启动很难吗？愿不愿意诚实而已啊，愿不愿意无限诚实而已啊，很难吗？哎呀，这个男人对我多差啊，哎呀，都欺负我啊，等等，点点点点点，哎呀，打我啊，啊，你脚长在你身上，你为什么不愿意离开？有人关你吗？有给你扣上手铐、上脚镣吗？未说时即是细作，说了即不是。孟子讲，从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小者为小人，跟这两句是一样的。中间的关键就是诚，闪闪躲躲就是间谍，开诚布公坦然就是大人。各位听我在讲我的事，好像我在自剖，我很轻易啊，为什么？他只是我这个身体在经历人生的这个路上，我经历过的，大家也必定在经历啊，有什么好遮掩的？我之前讲我抗眼为师跟韩愈一样啊，我说我师德不足，我说师德不足啊，我今天再衍生一下，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是这个社会不见得认同我做的。但是亨远也知道，你们也知道，我早就不管那些屁呀，我也不怕，我也不在意，我也不想花力气，这样而已啊。我说我师德不足，我没有说我师德很足，但是我说的意思是我对得起自己呀。大师谓自成曰：吾闻汝禅师教人为传戒定慧，汝和尚教人戒定慧如何？当谓吾说。这个神秀师啊，神秀师，你看这个本来派这个自成来当间谍细作，让他回去报告，结果呢就被六祖慧能黏在他的潮汐啊西山嘛。自成曰：秀和尚言戒定慧，诸恶不作名为戒，众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此即名戒定慧。彼作如是说，不知和尚所见如何？这个学佛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名佛教。这个可能各位常听到这4句啊。这个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你看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就是六祖讲啦，去西天10万8千里，第一句走了10万了，第二句走了8千了，自净其意，快到啦，差哪里？但行直心，对吧？但行直心，道如弹指。慧能和尚曰：此说不可思议。慧能所见又别。自成问：何以别？慧能答曰：见有此己。这个见啊，对于这个戒定慧的见，有慢有快。自成请和尚说所见戒定慧，自成就请六祖讲那个大师，你对戒定慧的见解是怎么样呢？大师言：汝听吾说，见无所见处，看无所见处。心地无非是自性戒，心地无乱是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你看又是字了哈。我们讲六祖坛经通经就是一个字，指着自己的鼻子。能大师言：汝师戒定慧，劝小根诸人；无戒定慧，劝上智人。得悟自意，不立戒定慧。这个神秀师的戒定慧啊，就是劝小根诸人，
我的戒定慧呢，劝上至人。然后如果开悟了也不需要特别立什么戒定慧了。至诚言，请大师说不立如何？大师言：自性无非，无乱无痴，念念般若观照，当离法照相，有何可立？你在开悟的时候，明心见性了，你的自性没有非，没有乱，也没有痴。色不异空，空不异人，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讲过了，一切现成，一切现前，自然而然。念般若观照，记住啊，当离法照相，这一刻要离莫照禅的那种法照相。我说过了，莫照禅那一种就是一念压万念，一念代替万念，这叫枯木禅。莫照禅，不要立个样子，我好像觉察，我在打坐，那是邪法，邪啊，歪的邪法，有何可立？没有什么可立啊，自然而然啊。你在明心见性的状态，无住无念无相，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中庸，一切自然而然，没有特别一定要立戒、立定、立慧。自性顿修，立有见智，所以不立。自性靠顿啊，顿修我们在灵性生活里面讲，片刻的存在，这一刻但行直心，直心行，这就是顿修。立，你立是有见智的，所以不立，不用立，你在直心行的状态里就好了，不用特别立什么戒，立什么定，立什么慧。至诚礼拜，便不离潮汐山，黏住了，不走了。即为门人，不离大师左右。这是自这个六祖的几个弟子里面，法海、至诚。下一个是跟他另外一个弟子叫法达的就是他的一些因缘跟他的一些法弟子的因缘。所以有一生名法达，常诵妙法莲华经7年，心明不知正法之处，来潮汐山礼拜，问大师言：弟子常诵妙法莲华经7年，心迷不知正法之处。经上有语：大师智慧广大，愿为除疑。这不用解释了大师言：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上无痴，汝心自邪而求正法，无心正定，即是持经这8个字，这个王老师也就标下来吾一生以来不是文字，汝将法华经来，对吾读一遍，吾闻即知。法达取经道，对大师读一遍，六祖闻已，即是佛意，便与法达说法华经。我们常讲，你如果真正开悟明心见性，为什么我可以讲经？因为无心正定，你在明心见性的状态，你就是持经的状态。而佛陀所说经，在法会上讲经，无不是自性的流露。所以你如果这个怀疑这个人，或是自己验证自己到底有没有明心见性。当我们中脉爆炸，我们之前讲过有很多判别法。那如果你要测试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明心见性，所有经来你看了好像自己在说的一样，那你就是明心见性了。当然，但是很多人会自我催眠我以前有个朋友，哇，他也觉得他自己开悟了，那你听起来、看起来这人就怪怪的，就是当然也有这一种但是呢，我说你够诚实的话，你可以拿这些经来测试自己，你到底懂不懂经在讲什么？因为无心正定即是持经。你在直心行，到最后进入直心流，直心流以后到达直心海，涅槃极境，对不对？没有分六祖的人，没有分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分什么达摩的，都一样，都是在直心海里你一个人在直心海里的时候，没有分谁是谁的人，对吧？而我们都在直心海里面。六祖讲坛经在的地方坛经在的地方，你只要依坛经修行，如在我左右，对吧？他已经承诺了，他怎么样在你左右？不是有个背后领，像刚才背后领在后面这样站着，所以他是一个直心海里六祖言法达，法华经无多语，7卷尽是譬喻因缘。他说法华经没有多的话，
这7卷都是在譬喻因缘。如来广说三圣，只为世人根顿。经文分明，无有余圣，唯有一佛圣。就是说，你小圣、大圣，还有这个密教、密圣啊，那只是因为世人他的根气比较钝。经文分明，只有一佛圣。因为不同的人要展现的救度的方法不同，接引的方法不同，所以有三圣。从初转法轮，佛陀回去第一次跟五比丘讲四圣谛苦集灭道，然后到最后大圣，到最后密圣，它是三转法轮，对。那妙法莲华经是最后佛陀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就讲妙法莲华经，讲华严经，那时候开始展现一佛圣是什么，这就是妙法莲华经。大师言法达汝听，一佛圣莫求二佛圣，迷即却汝信。经中何处是一佛圣？与如说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法如何解？此法如何修？汝听吾说，人心不思，本源空寂，离却邪见，即是一大事因缘。内外不迷，即离两边。外迷着相，内迷着空，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出现于世。心开何物？开佛之见。佛有觉也，分为4门：开觉之见、视觉之见、悟觉之见、入觉之见。开示悟入，上一处入，即觉之见。见自本性，即得出世。好，大师言法达无常愿，一切世人心地常自开佛之见，莫开众生之见。世人心于迷造恶，自开众生之见。世人心正，起智慧观照，自开佛之见，莫开众生之见。闻佛之见即出世。大师言法达，此是法华经一圣法，向下分3，为明人故。汝但依一佛圣。大师言法达，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开佛之见转法华，开众生之见被法华转。大师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短经。法达一言，言下大悟，涕泪悲泣，薄言：和尚实未曾转法华，7年被法华转。以后转法华，念念修行佛行。大师言：即佛行是佛，其实听人无不悟者。其实你如果看这个六祖在这个因缘，是因为有个法达的念法华经念了7年不得开悟，然后呢他请六祖跟他读一遍7卷，读完以后他就因这个因缘开示。他这个依照这个因缘开示，还是不离2句：一念迷佛成众生，一念悟众生成佛，还是不离这个主要的大义。大师言法达汝听，一佛圣莫求二佛圣。只有一佛圣，没有二佛圣啊。迷即却汝信，你一迷你的自信呢就被你赶跑啦，就是却。经中何处是一佛圣？与汝说。经中哪一处是一佛圣呢？我跟你讲，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以一个大事因缘出现于这世间。法如何解？怎么解呢？此法如何修？如何修呢？你听我说，人心不思，就是无念的意思。本源空寂，离却邪见，即大事因缘。诸佛世尊就是自证，然后呢示现人可以达到无念无住无相，本源空寂，远离邪见的这样的一个大事因缘。诸佛世尊，你不管弥勒佛、文殊师利菩萨、大势至菩萨、药师佛，他要示现的都是你经过修炼，你可以到无住无相无念本源空寂，自然离开邪见的这个大事因缘。
内外不迷，即理两边。经里面讲内外不迷是什么？就理两边。我们一直在讲二相成劳，二相成劳，聪明笨，黑夜白天，努力不努力，要离这种二相的成劳，人就容易落在懒的不想勤劳然后勤劳的不想懒然后呢，都在这二相成劳里面耗尽岁月这二相成劳。我们之前解很多次了，不再解了通常呢，外就容易着相，内就容易着空。像莫造禅枯木禅就着空了世人就容易着相了。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出现于世。诸佛世尊也是悟了这个法，一念心开，出现于世。心开何物？开佛之见。佛之见是什么呢？佛有觉也，分为四门：开觉之见、视觉之见。你先自己自悟了，开了，然后再示现，通过讲经，通过跟人家的对待应对这就是是佛的悟觉之见，帮这个对应里面禅机机锋讲经上课这个过程带人家可以悟叫悟佛之见、悟觉之见、入觉之见。到最后他悟了以后，可以完全进入叫明心见性，这叫自觉觉他这是四个之见，四个阶段：开示悟入，上一处入，即觉之见。开示别人让别人可以呢悟进去上一处入，这个王老师讲特别标以无念向上一着，觉同底脱落，正撒手正横去，一切单不单，上一处入。你在修炼上，你在所有老师他可以带你到第六轮，你要明心见性，中脉爆炸，这个是没有老师可以带得了你的，这叫上一处入，这个叫无门之门，你是找不到门的。我们之前在讲欲界，你从三界要跳离，你是那个缝隙，你是找不到的找不到门那要靠什么呢？向上一着，无念觉，那是要靠自己的，没有老师帮得了你。这也是我们刚刚在讲逼的这一件事情，你不自己逼自己是没有办法的。禅门像王老师帮了我一把那也要我当时愿意对吧啪中脉爆炸，当你自己没有，我如果不愿意去打那个禅期，我如果不愿意好好的面对自己，整治自己然后认真的去看待明心见性这一件事情，到最后上一处入，谁能够帮你？破除坛经我讲过，通篇一个字最重要就是自己的字，见自本性，即得出世，超三界超三界不是不在三界里是明心见性的，三界顿时粉碎，融为一法界大誓言法达，无常愿一切世人心地，常自开佛之见，莫开众生之见。世人心愚迷造恶，自开众生之见；世人心正起智慧观照，自开佛之见。我想不用解释莫开众生之见，即开佛之见，即出世。大师言法达，此是法华经一圣法向下分三，为迷人故，汝但依一佛圣。大师言法达，这个对很多学佛法、修佛法的人而言，很重要的一句话你看经藏如海你知道我们那个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经，大藏经，我一辈子可能看不完然后我那个墙上那个光密咒就这么多了所有的那一套就是佛经里面所有的咒，什么龙王咒求雨咒什么各种咒都在那边。但依一佛圣你看对很多学佛人顿时轻松不少大誓言法达，心行转法华，不行执心行，你执心行就转法华了，你不执心行就被法华转了。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开佛之见转法华，开众生之见被法华转。大师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转境。努力依法修行就是努力执心行，就是转境。法达一文，言下大悟，涕泪悲泣薄言，和尚实未曾转法华，
7年被法华转，以后转法华，念念修行佛行。大师言：即佛行是佛。什么是佛呢？佛行就是佛，平慈即弥勒，慈悲即观音，喜舍即大士，大士之菩萨，对吧？即佛行就是佛，你在执心行的那一刻，你就是佛啦。佛不是有个样子在那里，或一个塑像，哇，什么神通啊，大放光明啊，怎么样？即执心行时，即佛行，即佛。所以你才会了解叫什么心佛众生三无等差，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人不在一佛圣的境界里的状态，叫一法界，叫一合相。我们《金刚经》讲一合相，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对吧？合相一法界一体，真则以万物为一体。孟子讲的都是同样的意思。没有一个人不在这一个大幻化网的一法界一合相中，没有人不是。那为什么迷呢？我们这个经上有讲啊，你以为你是那一棵小草，不是啊，你是整个水循环，是整个大自然的循环，你是道本身啊。而我们今天讲九轮赋能的时候，你不是一滴水进入大海，是整个大海在你的身体里啊，对吧？我们身上不是有九轮吗？那是全宇宙都在你的身体里，不是你一滴水入大海，是整个大海进入你这一滴水里面。你说生命何等庄严壮阔，奥秘，其实听人无不悟者。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常常有人讲啊，这个以前一个卡通要找七彩的花，就走遍了全世界，竟然就在他家后院，对吧？这也是这个卡通，这个日本卡通也是从这个佛法的启示来的，一样的道理。找老半天，竟然在他家后院，就要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途托钵笑贫儿。这讲的就是人的处境，全宇宙的奥秘，全宇宙都在你身上，在你一体的感动里，在你九轮跟自信的中脉里，整个宇宙银河系都安在你的身上。确定会指就是像你刚好是超力的，那你要依神秀师的，还是要依六祖师的？因为这里那神秀师的界定会跟他那个勤实勤拂拭那个道理还是一脉相承的，对吧？那因为这边就有提到努力依法修行，所以这个努力就是我讲的逼。那也是一种界定分。对啊，如果以古代的说法，对啊。你要融入，你修行一开始以为是我这滴水要融入大海嘛，所以你开始有所谓的直心行、直心流、直心海嘛，对吧？对不对？但是你开悟了以后，是整个大海涌入你这一滴水啊。我们以前常在讲悟后起修，开悟以后，六祖大师他开悟15年，在猎人队干嘛？在九轮赋能啊。我这样讲清楚吧？他那15年就是在九轮赋能啊。他虽然中脉爆炸了，他每个轮脉要完成啊，这叫悟后起修。说到最后，中脉爆炸是成德，直心德嘛，成德。九轮赋能都修炼完叫成道，了解吗？这定义够清楚了吧？你成道就是世间所有智慧的总集。你中脉爆炸以后，还是有黑洞、白洞7个轮脉要去完成啊。依你的直心行，你这7个轮脉就会渐次的丰富完整。所以为什么佛成佛就是成道，明心见性还没有成佛，他只是自信佛，他自信是佛，但他还是要通过修炼把7个轮脉给完整。这就是我们天然所学九轮赋能跟佛学互通的原因。这个在儒家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在道家，老子跟庄子留下的修炼方法不多，道教比较有一点，它就是下丹、中丹、上丹、结丹。结丹就是轮脉。我也是想问一个比较白话的，它上面写心行转法不行法华转，这个法华转是华经。如果白话来讲，就是可以说这个宇宙
在自己在运转的宇宙，然后如果你没有那个的话，你就宇宙规律去不错不错哦，你悟性很好哦。可以这样讲。对啊对，我说法华经是一个很大，可以绕地球一整圈的那个场。对啊，没有错啊。果然是学艺术的哈。对，然后就觉得有时候他把那种很奥秘的东西简化在一些字里面，把它写出来，然后这个这样。奥秘要自然，不自然就装神弄鬼了。这个以前王老师常讲明朗入玄，明朗入玄，它其实意思就是不要装神弄鬼。这就是我们要讲九轮赋能的原因，因为很多把这个九轮赋能这个东西弄得太虚玄了，太脱离人生大道，所以这为什么我们天然所学要这样呈现的一个原因，其中一个。你其实刚刚讲的那句话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不行法华传。什么是不行？佛行是要实践的啊，是要执心行的啊，不在那边念。所以我们无余实践性嘛，对吧？你要无余就要逼自己啦，对吧？人呢就是有惰性啊，90分就好了，算了啦，差10分啊，还有10公尺，算了啦，放过自己吧。你要逼自己啊，要无余啊，无余实践性啊。这3句话是会为我们以后的人类做贡献的啊。无限诚实性、无边接受性、无余实践性啊。你看六祖的无念、无住、无相，你如果没一些佛学的基础，你不知道他讲什么。没有念吗？没有停吗？没有相吗？当然不是没有，是于相而离相，于念而离念，在执心流里面自然无住嘛。